他們口口聲聲說為了維護萬世一統，結果差點把萬世一系維護成了萬世一人。他們說為了尊重祖宗，結果祖宗留下8位女天皇的歷史被他們刪的比你的瀏覽器還乾淨。同志們，你們見過借鸡生蛋的，見過指鹿為馬的，但你們見過把国家象徵當成道具，宁願去100年前的坟堆裡挖個路人甲來當天皇，也死活不讓親生嫡女上位的嗎？這事就發生在幾千公里外的東京。今天咱们聊一聊這場《資治通鑑》都寫不出來的魔幻宮廷大戲。東京皇居深處，一盤藏了20年的死棋，又一政客布下一套釜底抽薪的皇室絕戶計，硬生生把一輩子溫良恭儉讓、恪守70年不參政鐵律的德仁天皇逼得當眾掀桌子。就在前幾天，6月11號，一向被稱為戰後最隱忍的德仁天皇，在出訪歐洲的例行記者會上，突然甩出了一記驚天回旋鏢。雖然話說的文質彬彬，但潛台詞翻譯過來就是5個字兒：給朕適可而止。這一桌子掀的那是相當有水平。到底是什麼樣的絕戶計，能把一個恪守憲法、忍了70年的天皇逼到了當眾打臉內閣首相高市早苗？這場看似爭奪王位的皇室家庭倫理劇，背後掩蓋的竟然是日本未來100年走向軍國化復辟的恐怖野心。我是白帆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子。周易有云：潛龍勿用，羊在下也，見龍在田，德是仆也。德仁天皇数十年就是那條潛龍，身居尊位卻收斂鋒芒，事事退讓，遵循《禮記》天子不言政的禮制，哪怕民間怨聲載道，也始終緘默不言。可6月11號，一場平平無奇的出訪記者會，這條潛龍直接破局出身，字字沒有指責，句句刀刀見骨，正面硬剛日本右翼第一操盤手高市早苗。這裡先拋3個扎心疑問，大家帶着疑惑往下看，結尾我會給出全套破局推演方案。第一，高市早苗本身是打破性別壁壘的女性內閣高官，為何拼盡全力堵死女性天皇的路？雙重標準背後藏着怎樣的私心？第二，悠仁親王統考1000分，只考20分，品行學識全是黑料。70%日本民眾力挺端莊得體的愛子公主，右翼明知民意滔天，為何非要死保一個扶不起的學渣繼承人？甚至不惜從100年旁系宗族抱外人養子繼位。第三，一套修改皇室典範的法案，為何被稱作軍國復辟的絕戶計？一旦7月17號法案落地，對我們整個東亞會埋下多大的隱患？很多解說只聊宮鬥八卦，今天咱們換一套帝王權謀視角，結合千年王朝興衰史拆解，看完你會明白，日本這盤深宮棋局早在10幾年前就布好了陷阱。先給大家拆解大眾最容易踩的認知陷阱。所有人都把矛盾歸結為男女能不能當天皇，實則主次完全顛倒。先梳理日本皇室明面規則。日本古代突過8位正統女天皇，執掌朝政，穩定王室傳承數百年。說白了，女性繼承本就是2國古代共通的歷史常態。真正把日本皇室鎖死，僅限男性繼承的，是近代明治時期人為出台的法律，距今不過100多年，是當年明治政府為推行軍國集權刻意制造的規矩，並非流傳1000年的傳統。這是第一層反轉。現在皇室現狀擺在台面上，我們用大白話來講，大家就能看懂民間的民心偏向。仁德天皇只有獨女愛子，端莊賢和，三觀端正，常年走訪民間賑災慰問，待人不分高低貴賤。20年民調穩定，70%日本人支持他的繼位，屬於民心所向，正統嫡女。反觀唯一合法男嗣悠仁親王，堪稱皇室歷史上口碑墊底的繼承人，黑料多到能寫一本小冊子。全國統一學歷測試，滿分1000，這哥們總分僅考了20分，數理0分，日本史4分。早年媒體包裝的昆蟲學霸少年，人設徹底崩塌，多篇在校論文被爆出代筆抄襲，校內騷擾同學，性格傲慢孤僻，授課老師私下直言，他的學識教養不配作為國家的象徵。一邊是全民擁護，品行端正嫡系公主，一邊是學識崩壞，爭議纏身的唯一男嗣。正常邏輯下，政壇理應順應民心，調整繼承規則，恢復古代女天皇舊制。可高市早苗牽頭推出一套離譜方案，捨棄天皇親生血脈，從2戰後剝離皇室身份的11支舊華族旁系裡挑選陌生男性收為養子，靠外來人延續所謂的男系血脈。道德經講大道廢有人矣，智慧出有大偽。這套養子繼承方案就是極致的虛偽，
嘴上高喊守護萬世一系正統血脈，行動上直接拋棄天皇直系骨肉，為了守住單一男系的空洞框架，不惜本末倒置。日本老百姓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貓膩。6月14號，數萬東京民眾走上街頭，舉牌抗議反戰、反修憲、反對荒唐養子法案的標語鋪滿街道。說到這兒，很多同志就產生第一個疑問：高市早苗身為女性政客，自己靠打破性別限制升高居位，為什麼轉頭死死封殺女性天皇？這裡戳破第一個核心痛點：右翼勢力衡量人才從來不分男女，只分能不能被操控。聽話、依附右翼線路、甘願成為擴軍修憲工具的女性可以重用，擁有獨立思想、民心加持、堅守和平史觀、不會屈從政客擺布的皇室女性，必須徹底封殺。性別只是表象，權力操控才是內核。資治通鑑通篇都在講一件事：權臣謀國必先控軍。古代歷史朝野大臣想要獨攬朝綱，第一步就是扶持年幼昏聵、無主見的君主，方便自己把持朝政。霍光、王莽皆是如此。這套權謀套路如今被日本右翼原封不动的照搬，用到現代皇室身上。高市早苗操盘整套皇室修憲法，本質就是現代版权臣控軍之計。接下來咱們分3層拆解這套絕戶計完整邏輯，每一步都暗藏殺機。第一層，鎖定可控傀儡，永久排除獨立皇權代表。悠仁親王學識淺薄，缺乏獨立判斷，常年依靠團隊公關掩蓋各類醜聞，一旦登基，根本沒有能力制衡內閣政客。右翼高層可以全方位把控他的發言、輿論、政務表態，把天皇變成只會蓋章的符號傀儡。反觀愛子公主，20年獨立思考，認同戰後和平體制，堅持正視侵略歷史。若順利繼位，皇室精神號召力會成為制衡右翼擴軍修憲最大阻力。這是右翼拼盡全力也要堵死他繼位之路的根本原因。第二層，借傀儡皇權解綁戰後和平枷鎖，推動軍國復辟。周易有言：履霜兼兵制，微小的制度改動終將會引發巨大國運轉變。日本和平憲法70年來限制軍備，禁止主動開戰，是右翼勢力眼中最大的絆腳石。只要手握一枚完全受控的天皇，右翼就能借用皇室在民間的精神影響力，大肆渲染修改憲法，擴充軍備的合理性，用天皇名義淡化民众抵觸情緒，把軍事化擴張包裝成皇室夙願。這裡補充一件早已爆發的舊案佐證：2026年4月昭和100年紀念儀式，德仁天皇演講稿原本寫有反思侵略戰爭、承認歷史過錯的內容，僅僅一段正視史實的文字，直接遭到高市早苗強力施壓刪除。這件事足以證明右翼絕不允許皇室擁有獨立歷史觀，必須強制捆綁皇室，美化舊軍國歷史。這盤布局早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經露出馬腳。第3層，預留背鍋人選，所有政策代價由傀儡皇室承擔。古代權謀裡，權臣最擅長的自保手段，好事歸於朝堂，惡名歸於君主。一旦未來大規模擴軍帶來巨額財政負擔、外交衝突、民間大規模抗議，所有民众的不滿情緒都會轉移到口碑本就極差的悠仁天皇身上。高市早苗與自民黨右翼高層可以抽身事外，從而保全自身的政治地位，完美規避民眾怒火。這套3步連環計就是在下口中的皇室絕戶計，斷絕嫡女正統繼承之路，用外來旁系養子鎖死未來數十年南四傀儡皇權，永久綁架皇室話語權，一步步扭轉戰後70年和平發展路線。整套計劃環環相扣。高市早苗手握國會數席位，掌控主流媒體輿論，本以為能悄無聲息地走完立法流程，等到7月17號本屆國會落幕，直接落地法案，誰都沒法阻攔。但他千算萬算，漏掉了最關鍵的變量，仁德天皇也低估了民心2字的重量。孟子直言：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皇室存續的根基從來不是國會法案、政客選票，而是千萬國民的擁護。這也是右翼政客讀不透的大道。2026年6月11號，皇居石橋前一場無政治議題的出訪記者會，成為了戰後皇室標誌性對峙時刻。仁德天皇一番發言，沒有點名，沒有斥責，溫和卻力道千鈞，直接撕碎右翼全盤算計。他坦言自己數十年刻意克制，從不觸碰政壇立法。緊接着拋出核心觀點：所有皇室制度改革必須獲得國民理解，皇室與國民休戚與共。這句話暗藏3重反擊：其一，立法權不能凌駕民意；其二，
強行推進養子法案會割裂皇室與民眾的連結；其三，間接否定單一男系繼承這套違背民心的規則。戰後70餘年，從未有天皇公開對國會待審法案釋放反對信號，這番表態瞬間點燃全民輿論，原本分散的民間反對力量有了皇室層面的精神支撐，短短3天就爆發出大規模的東京街頭遊行，民間海嘯徹底打亂高市早苗低調落地法案的計劃。這倆再拋出第二層顛覆性反轉，很多人覺得天皇沒有實權，發聲毫無作用，實則大錯特錯。天皇雖無行政立法權，但在日本民間擁有獨一無二的精神地位。一句尊重民意的表態，直接戳破右翼皇室默許修法的舆論謊言。中立派迫於民間輿論壓力開始搖擺，法案落地的不確定性大幅增加。高市早苗的絕戶計已然半路而脫。高市早苗對外游說民眾最核心的說辭就是萬世一系，千年男系傳承不可更改。這套話術哄騙大量不了解日本歷史的普通民眾。今天徹底戳破謊言。日本古代千年皇室史先後誕生8位正統女天皇，在南四斷層、王室傳承危機之時穩定朝局，是公認的合法傳承路徑。嚴格男系繼承，禁止女性繼位，僅僅是明治維新之後為配合軍國擴張新增的法律規則。滿打滿算100多年歷史，根本算不上千年傳統。當年明治政府刻意抹去女天皇歷史記載，塑造男性皇權至高無上的形象，服務對外侵略擴張的國策。如今呢，右翼重新撿起這套100年舊規，本質是復刻當年軍國集權的權力邏輯。《禮記·禮運》說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。”傳承正統的核心從來不是單純拘泥性別血脈，而是賢德民心，家國安穩。日本民眾支持愛子繼位，恰恰契合天下為公的底層邏輯。有德者居之，得民心者繼大統。右翼捨棄賢良嫡系，扶持昏厥傀儡，捨本逐末，違背古今通用的治國大道。高市早苗看似手握國會，輿論2張王牌，實則犯了權謀裡最致命的錯誤。道德經告誡：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一味依靠強權，無視全民心聲，最終必然激起民眾反抗。東京街頭持續發酵的遊行，就是最直觀的印證。右翼可以依靠議會程序強行通過法案，卻無法改變數千萬民眾內心的抵觸。就算法案短期落地，未來數十年民間矛盾會持續不斷。這套依靠強權堆砌的繼承制度，從根源上缺少穩固的根基。說到這兒，讓我想起《道德經》另一句話：大道甚夷，而民好之。很多時候毀掉一個制度的，從來不是敵人，而是那些嘴裡天天喊着保護傳統的人。他們口口聲聲說為了維護萬世一統，結果差點把萬世一系維護成了萬世一人。他們說為了尊重祖宗，結果祖宗留下8位女天皇的歷史被他們刪得比你的瀏覽器還乾淨。他們說為了血統純正，結果呢，親生女兒不要，準備去100年前旁系墳頭開盲盒，真是紗布擦屁股給全世界露了一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些人天天把傳統掛在嘴邊，可真正屬於日本幾千年歷史的女天皇傳統，他們又想不起來。偏偏把明治時期那套為了服務軍國擴張而臨時拼裝出來的100多年規則當成了祖宗家法。資治通鑑說得重則得國，失重則失國。古往今來，所有王朝滅亡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特點，那就是把形式當成靈魂，把工具當成信仰，把規矩當成目的，最後保住了牌坊，連房子都給燒沒了。奧斯曼如此，大清如此，今天的日本皇室似乎也正在走在這樣一個十字路口。其實真正決定皇室延續的，從來不是染色體，而是民心。看到最後我越來越覺得，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，就是人類從來沒有真正從歷史中吸取教訓。而有些人總喜歡舉着祖宗牌位，幹着祖宗看了都得掀棺材板的事兒。我是白爱放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